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看病买药用美团，姐姐当家不怕难。哦呦，还是运动时候最帅啊！我觉得我是小迷妹的。凤凰山左边，明哥，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也好看，近的来近的照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看那个跟大叔约会啊，神秘嘉宾。我今天就是陪我爸给我妈买钻戒。哇，好好看啊！您知道太太的手寸吗？我不知道了。我最担心的还是怕我妈知道。哎，我啥时候给你买个戒指呢？告诉人家要给人家买钻戒。就你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你媳妇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他不能知道啊，他知道什么？这些事儿因为你整黄了就，他留遗憾了，或者他没有那么大的惊喜了，这也是在于你。真不太好，有点懵了。汤包挺崩溃的，今天就哭了。没收拾好，没有收拾好都没关系，但你给我发脾气我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看病买药用美团，姐姐当家不怕难。好内容学习机认准学而思，本节目由学而思学习机赞助播出。TCL SQD Mini LED 电视，好画质不将就。锁定 MBUNI， 懂你的 AI 搭子，贴心陪伴每一刻。本节目由 MBUNI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奔驰设计、中国制造的新奢个性新能源汽车品牌 Smart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嘉宝莉艺术涂料赞助播出。每周六12点，会员抢先看姐姐们的当家生活，上微博搜索姐姐当家，解锁更多当家姐姐们的高光时刻。欢迎大家收看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《姐姐当家2》，欢迎。首先呢，欢迎倪萍老师、张泉灵老师、倪子君老师。那参与这次录制呢，是我们的2位老公，是明哥汤包以及房主任的大女儿小鹿。今天呢，有一位新朋友，那就是我们可爱的梦桃爸爸徐学军叔叔，欢迎叔叔。还有我们8位当家观察团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那大家知道呢，我们每次录制呢，首先会问我们4位嘉宾一个问题哈。那首先来问我们的世明哥，上次子君老师还有我们的全玲姐教给你的这个方法，你有没有用？就是复读机式的。对，有用过，有用过，有用过。你觉得管用吗？差一点技巧，差点技巧。对啊，就是用过，但是没用到点上，然后就有时候这个热脸贴到冷屁股上。好，那我觉得要不断的精进一下，好不好？对。那接下来问一下汤包，顺利吗？最近备孕这件事情还挺好的，对，最近就是我们还在努力，对啊。好，接下来问徐爸爸哈，你跟您夫人这么多年的感情都这么甜蜜，秘诀是什么？因为我年龄比他稍大点儿啊，拿桃桃他妈就当那个小妹妹来宠，对，哇哦，哎呦，好甜蜜啊！羡慕，而且你们家就是一家人，就是跟演小品似的。话不落地的啊，就真的很幽默的一家人。今天估计这个片段据说也非常的欢乐，然后非常的温馨，好期待。我们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问到小鹿这，上次从观察室回去之后呢，就是你有没有跟妈妈聊一下看了节目的感受？说了，我说倪萍老师很听你，然后我觉得来了这个节目，感觉自己缺点太多了，啊，就深刻反思。
那行，有用就好，但是也别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冉莹一家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有点不舍得耶，明天我们就回去了，但是很值得啊，看那赛里木湖。这一次我做这个蜜月，我觉得我的目的是达到，我觉得真的，他也很开心。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可以帮你消除很多的阴霾。然后这次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我的眼睛的问题，我不能来驾驶。原来一直让莹莹开车是因为眼睛。但是我觉得这一路我可以在旁边打好辅助，把他的心情照顾得漂亮漂亮的。以往到了这种休息站，一般都是我带着孩子去上厕所啊、买吃的呀、干嘛的，他都坐在那儿不会动。但是现在他会主动买点吃的、买点喝的、买点水，我觉得就是太不容易了。对面这个是酒店对吧？不是民宿。不是，它就是那种传统性酒店。哦。不是。贵吗？我哪个住得起贵的呀？今天咱俩这个预算，我觉得比昨天还低。还低。这一次旅行我要去主导一些安排呀、路程啊、酒店啊，所以虽然就是这三四天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打破常规了。我觉得也是首先态度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那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件心里面蛮有点小成就感的，对。有成就感。有。那我希望明天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happy ending。应该会。好没有，心里很没有底的感觉。哭了。宝贝，来，宝贝，来喝一杯美式。喂，谢谢我，谢谢我。你怎么了？挺难受的，我都看着他的在一步步变好了，但那一天我就觉得，哎呦，今天真累。头一天我开12个小时车，我很疲惫。结果他一个朋友来找他，然后我就等他，到3点多没找。忽然灯哗全开了，然后我拿起手机迷迷糊糊看，不到5点，然后他开始打呼。分房睡还是有好处的。真的，来侧躺。不然我根本没法睡了，我好困啊。我就睡不着了，然后我就硬等，就等到天亮，大概9点多，我就不自觉的就眯过去了，就我又眯了1个小时。没睡好，对，我没有休息好。好放松，好不好？这样。但我觉得没有休息好都没关系，我觉得没有休息好就没事儿。但你给我发脾气，我9点到10点睡1个小时，然后我就想着我悄悄的我去化妆，我去把衣服穿好，然后你就骂我晃来晃去干什么？被你说了，我就悄悄的我就躲进厕所，你进来你就好了，我错了，我因为我是觉得，是不是我又做错哪儿了？然后我说你做错什么了？我都没有说一句话，我早上一句话我都没有讲。只是你问我，你说你生气那个气场，我能感受不到吗？是因为你把我衣服丢地上，我才生气的。我前面我都没有生气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我在那默默收衣服，我就想我先穿上，我化妆本来就要花时间，我弄完我再叫你，你多睡会儿。错了，好不好，老婆？
他说我给他脸色，可是他连我的脸都没看到，不是吗？而且头一天晚上，我这么累，不体谅不理解也就算了，然后你还往这摔东西，所以我当时就是心里就是挺难过的。我觉得是不是你？哎呀，我不是我太敏感我了，我啥没做，我早就行了。啊，错了。你听到我生气在哪里呢？错了。然后我就进厕所了。我错了。先平复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不管是哪里都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肯定要开开心心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觉得我来这儿是录这个节目，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们两个来旅行、来蜜月，我很开心。我觉得这2年我们两个很开心。对呀，开心啊！我们怎么了？然后今天就变成这样了。还有一个细节就是，我在赛里木湖送了他一个对戒嘛，希望我们俩到金婚。然后我看到这个戒指就这样随意的丢在那，上面全都这种擦鼻涕的纸，所以我不能原谅，我就收回戒指。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因为我觉得你值得，你不要让我觉得你不值得。同样的，我问我自己，我这么做我值不值得？我觉得我超值得。如果你还不珍惜，那真的我们就啊，因为我真的啊形容不出来我的感受。我就感觉我昨天这么多美好，我期盼着我们就重归于好，我期盼从头再来，对吧？但是我感觉这个没怎么实现。现场准备，5、4、3、2、1。那世民哥呢？是上一次呢，我们录完以后现场呼声最高的，希望他现场来观看的一位，就说你来看看你自己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。你爸的外卖到了。你是来干嘛的？这，没给做过包的吗？你不配跟人身边做一个20年的丈夫，你就做到有一天人家领着3个孩子走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从第3视角看到自己的一些言行啊、举止啊，然后我觉得一个20年的一个长期陪伴你的一个战友啊，然后我觉得在相处上，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去改进。我趁这个机会，我也想跟您说一声 sorry。我觉得我以前我认为我站在我这方我是对的。OK， 那我今天是第3视角来看的话，你柔弱的这个小女子，然后承受这么大的这个对爱的人给你的这种压力，其实作为我来说，我是蛮自愧的。然后其实我从这个节目呢看到我不好的一面，我是希望我往好的一面去走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轻松一点，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是个状态，完了之后我们回过头不一样的体会。sorry， 不管怎么样，是节目以外和节目以内，我们都得真实的，然后对，得真实点儿。而且我不要看到别人一点点的进步，就认为他是在为了节目。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反馈给你哈，我是一个不会违心去做一件事。你让我就做，我不喜欢做；你让我违心做，我会觉得恶心，知道吗？对。在直播间，然后各位老师给了我一些小小建议。直播间啊，我们这我们这不是直播间，我们是观察室。我也想通过更多的去尝试他们给我的这些建议，我想用一些爱去把之前他支离破碎的慢慢的站起来。保佑我们两个这一次顺利。
以后都顺顺利，一直都顺顺利。然后 Smart， 打开音乐。我们认识的第一首歌。那这次我想回到遵义，我们的熟悉的地方，再找一找我们当时刚认识的那个时候的感觉。终于找到我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就像的地点。当时刚认识，就我就会送到他家的入口，带着一个耳机，边走一边听。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共同听的第一首歌就是王力宏的《大城小爱》。我们走到家，我们就彼此都不愿意说再见嘛。那一分钟也一直定格在我心中。然后我们大家闭上眼睛，数1、2、3，转头就各自走。然后他闭上眼睛说：“我不趁他，我最后上去我就亲了他一口。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的亲密的接触。啊，这是原来我们家啊。是啊。那可能有条街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，然后送你回家，分手。啊，对。凤凰山左边那个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朋友，你有印象吗？就这个前面。啊，就是那刘楚。哎，对，就是他们。然后我把他们全部喝趴了，记得吗？然后把你带回家。老哭了。哎呀，妈妈，我们回来啦！哎，我这张照片是不是就16岁？哟，16岁。16。哎，特别棒。那个好像更小哈，妈妈哈那个哈。哎，那个13岁吗？我才13岁哦。妈呀，我现在都42岁了！天哪！我都70岁了，你还不是40岁？哎呦，我的妈妈！70岁了，也慌。觉得冉莹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这个孩子反正是小时候就是要有主见，有很多同学现在在工作啊，他都喊他老班长。之前我不去开家长会的，因为老师不会请我啊，反正一去反正都是说的好，因为我也忙嘛，我也不会有些时候就不去了。就我们家看电视，晚上那个时候是《快乐大本营》是最热火的时候啊。好，我开电视以后，他最多在沙发上呢，听一下嘛，接点水啊，好就走了，他就跟自己进去学习去了。旅游小姐。所以他的一生啊，基本上他的道路都是他自己规划。天哪，妈妈，那个时候原来我小时候穿的。噻，你比赛的时候穿的噻，12岁。天哪，姥姥你太厉害了，我16岁的东西你还有。你看那个柜子打开，里面全是奖状那些。哇！我的天哪！妈妈。真的太厉害了。哇，连皇冠都会戴，皇冠都会戴。他怎么这么厉害？还获得奖状。哇塞，觉得你厉害，你真是奥运会是吗？对，所有的全部都在。只要我收到的都在里头。结婚之后，他其实放弃了很多自己事业上的东西，你会觉得有点失落吗？有，那个时候因为他当时是央视嘛，他也很不容易打到我钱。后面就跟周世明结了婚以后嘛，哎呀，就一心都扑在周世明的身上，就跟他打理他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当时的时候，我对他我是很失望的。我说你读这么多书，有啥用啊？所以有些时候我都不能理解。所以现在看那些言情小说，那些什么书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哎那这么折磨人呐！我有些时候我都不能理解呀，就是这样。我小时候。那我看这个跟我有这关系。个我小时候我还戴眼镜，哎呀，你看我小时候多可爱。这个跟我有关系。我小时候可爱。有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个小周明轩吗？
20年，我第一次看她小时候照片，我就会想，你看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如果我们从小就认识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忍心跟她争吵。看，闭着眼睛笑，还有2个酒窝。但是有时候真的是，可能身份一变，变成爱人了，有很多东西就要去争个你对我错了，我还是有点内疚的。正在前往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。哇，清镇啊！贵阳的清镇的训练基地承载了很多我和他谈恋爱的往事，也就我很多在那备战的很多的经历。这次去清镇嘛，然后现在有新的冠军在那地方诞生，我也该从那里抽离出来，然后把心神，然后都放在家庭和我后面的事业上面，重新开始是吗？我要重生。好。哎，也跟那个年轻人吃这么多苦的周世明高过比，是不是吧？不容易啊！你想想，一个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，那肯定很难，对吧？确实。啊，嗨，今天是咋的了？太阳这么刺眼。想到以前的日子了嘛，就很多感慨。哎呀，该过去都过去了。哎呀，我可能也只有你才懂我。哎，有好多地方对我的意义，清真的地方真的是。这就是我最开始训练的地方。来吧，老婆。老馆。你这个地方你来过？天哪，我来的就是这儿。还是。哇塞。哎。其实心里面有点酸楚的，有点往事历历的，然后那个拳台上流了我们多少血和泪啊！这两张照片已经挂了差不多要20年了。这个是04年，这08年。这地板上还有我们流的汗和血。必然你不是少年，还是就是觉得，如果还有力气多好，还能上去干。就挥2拳。不会。打个沙袋。不会。嗯，打一个嘛嘿。老了，不会了。看。啊。开始偷。哇，好帅！有那个吗？那个。
只眼睛看不清楚。还是运动的时候最帅啊！当我们回到老的训练馆，我觉得他眼睛都亮了，然后整个人都有魂了，就是好像这个人活回来了。就这新修的拳击馆。有。哇，这么大！现在。哦，这么多人。哦，这是新的馆。好像不只有中国的。啊，来多久了？儿子没带来。你好，哥。你好，爷爷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我感觉我好像也回到以前我在训练队看他训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是小迷妹的。哎呀，你哇！好久没见哟。今天过来的啊，才来。你好。这拳击馆起码能用多少训练？这跑道路差不多100米。哇！差不多4000米。开始你们改变了贵州的拳击的训练状态。周老师你。是老板，好的。好的。会加大投入。It's my wife。哎 ，OK。现在是国家队的主教练。哦 ，Nice meeting you。来自古巴。 Nice meeting you. Welcome. I'm Yan Yi, Shimi's wife. Nice meeting you. Welcome. 这个地方是拳击的世界，运动的世界。我感受到了明哥的霸气和威严，但是我感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是一个旁观者。退役了。退了。辛苦了。没有，没开始。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是的。恭喜恭喜。还是前面带领的好。那也没有，我们需要你们更多的带着更多的年轻人。OK， 这些都是国家队的了，是吧？都是国家队的了。很羡慕你们，因为你们有我身上没有的，你们依然年轻，遇到困难肯定会有，遇到最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手都抬不起来的时候肯定会有。但你想想，我宁愿再多出一拳，我也不要让对手再打我一下。努力变成教练，以你们自豪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没有心？加油！来吧，我就不变动作，你们就去跟着玩吧。市民还是属于这个地方啊。好可爱。好呀，来一噻。瘦了。瘦了。来吧，我们在这儿。好。 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谢谢，加油！累不累？累不累？累哈。所以听师兄讲还是有很多感受，因为我觉得拿冠军太不容易啊，太难了。甚至拿着难，走那个难，而且拿2届干活的这种，其实我也不晓得，我也很想问他是靠什么信念支撑1届、2届。可以啊，压花鸟他，然后过来问他，运动员最难了。 你也不容易，你是家里的活人，没有你。我是隐形运动员。你才是那个超人，因为你又要管，就相当于你有4个宝宝，我晓得的。哎，你咋晓得？你怎么晓得？你也太厉害了。我关注你，我也关注你，因为我觉得。4个宝宝。哎，女性的这方面嘛，我觉得你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因为我也想有一个幸福的家，因为这是我的生活。 其实冠军，我觉得不是我追求的目标，因为我觉得我总有一天我要回归于生活。对。我是觉得我现在干好多事情，然后有一天我退出来，我觉得我也会像你一样的，然后一个好妈妈，一个好妻子，真的。对。 那一刻我有点惊讶，然后我又有点感动。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那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王者，他跑过来，好像跟我一起要跳出这个世界，告诉我说，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妈妈、好妻子，然后跟我说我很不容易，甚至把他们那个世界里面的翘楚、他们的王者说成是我的孩子，我就觉得那一刻既可爱又感动。我觉得2个女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的对话，我觉得哎呀，让我心里很暖。 同频了。师兄，问问你是如何坚持打2次奥运会的？是啷个支撑你的信念？责任。能力有多大，责任就有多大。
你现在也是他们的偶像，你可以代表女生打破这个壁垒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他们不光是敬仰你，他们还想超越你，那你要做的是改变 ，change。人家说婚姻也是围城嘛，可能事业跟生活也是一样的。明哥的世界可能是有一种无形的墙，我觉得他一直活在这个墙里，在这个墙外，我觉得他像是一个旁观者，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我不需要去练习，就像我觉得拳击离我很远，我不需要去练习一样的。如果作为一个爱好，我爱上了，我可能爱去，可能是现在的生活未必是明哥的爱好。我认为生活的点滴未必是。所以你们的生活里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哇哦！你还是属于拳击馆的，你回到那里面就一下就感觉发光，生龙活虎，魂儿回来了。对，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们就是为这个拳击舞台而生的。虽然说是要去做一个告别，但是走进那个环境里面，我觉得就真的融入到进去了，对，就像一滴水融入到大海里面。好了，我们来一些阅读理解题吧。在拳击馆，尹莹说，她说这个地方是拳击运动的世界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她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她以前每次走进那地方都是因为我，她这次陪我去也是因为我，但她感觉每次都是她是过客，因为我一进去我就融入到那个世界，就跟希姐是一样的。可能我也当时有好多朋友很久没见了，我可能也忽略了她的感受。我觉得这回阅读理解做得很正确啊，我的感受也是这样。也是差不多。因为市民一到那个场里面，他就是一个发光的人，就他不是简单的奥运冠军，他是让整个的他后面的整个梯队相信说我们可以。一旦相信说我们也可以，我们走的这条路大概率是正确的，就整个梯队就上来。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曾经的奥运冠军，他几乎在拳坛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。众神归位的感觉。一个神回了他的神龛，他的另一半说我不属于那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你非要去深究，就稍微有点复杂的。就是一个女人要评判说，原来她有一个更爱的爱人，那个爱人的名字叫拳击。完了，我怎么又成渣了？不，这一点都不渣。我们这是你的拳击事业呀。可能我觉得然然这句话也真没有抱怨你的意思。我觉得没有。他甚至有一点信心，就是很开心参与了这件事情。他到这儿，他一直夸你，就你很棒。你看又回到你那儿了。可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也是真实的。那老师会不会觉得他会觉得，你今天带我来做抽离，但是他会不会有失落感？就是他会不会也会看着你，容光焕发？但是我今天来不是想看你容光焕发的，我是想我们两个的这个爱人的这个元素多一点。我好像被拳击那个主题给抽离出去了。哎呀，我就是听到这番话，我就觉得太高兴了。因为你已经在想他在想什么，就这个事儿本身意义非常的重大。但是我说实话，你就曾经就是神，现在都快生神经病了。很会调侃自己。你不要去想我现在怎么样，你就是永远是在那个时间点上，无人能够比拟和超越，就在那个时间点上。所以现在更多的是，不是说要再次攀到高峰，以前是爬山。现在是徒步，徒步就是感受沿途的风光的风景的，用这样的心态。好，来听听第二题哈。您说你一直活在一堵墙里面，这个墙是不是就是指的你的拳击事业？是我执念太深了。他说明哥你要过得要轻松点，一定要放下执念。其实我这次去我就想跟他说那个地方说拜拜，然后我要回去好好生活了。那个曾经20多岁、30多岁，然后在那地方打拼的周世明，他可能真的要离开这地方。因为梦里面有很多时候会回去，但是我想告诉我自己内心，
你已经不属于那里了，有新的运动员在那地方替你去延续你的梦想了。我要真的回家了，我要真的要去照顾孩子了，我要跟我童年那个曾经的周世明说拜拜。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！其实我挺理解的，我真挺理解他的。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所有的神变成神之后，那个形象是不变的，对吧？但人是要往前走的呀。就我们很现实的问题，世民还得还债呢。就他企图把他的拳击事业往商业的路径上引一引，变成他后半生的重心，但不是没做好嘛？所以他非常现实的，他还得还债。他只能从那个充满了闪光的地方走出来，回到此刻的直播间。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沉浸式热爱的投入，但是他也得干啊。我曾经说过，我说老婆只要老公在，我就是要饭都不会让你饿的。去年我才投入到直播这个行业不到5个月，我拿了当时公司里面一个劳模奖，我一天站10个小时。如果没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平时我每天2个城市、3个城市都在飞，同时呢，我要兼顾家里的孩子的，还有莹莹姐的，所以说有很多确实也是我做的不到位的陪伴呐。中年男人就有很多无奈的，你体力没有年轻人是这么旺盛，而且机遇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你还有一家人和这个责任在肩上。其实我想到4个字儿，这也是孔子的一个观点，叫君子不器。就是说，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要像器皿一样，就是把自己给包围得很紧。所以说，我觉着世明哥不愿意回到这个拳击的舞台赛场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，只要认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全力以赴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，都是值得尊重的。哎，我其实挺好奇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边男士，我们假定啊，你们突然从今天开始失业了，存款归零，下个月有房贷，你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你要去做的是什么？我可能想要给自己放个假，但是这个假没有那么长，我可能是3到5天。然后呢，3到5天之后呢？接着做这个事儿，我会继续垂直去做啥 ？OK， 好，还有2位。开始找朋友圈，然后开始询问工作机会吧。找工作，放下身段，去面对你自己的失败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，就如果现在没钱了，我现在有房贷，那我现在如果我有好的信誉，我可以先走互联网贷款，先把下个拳先应急掉，然后接下来比如我去跑滴滴，我去送外卖，我去当保险员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我挣钱只要是合法合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问题吗？那个我以前做过片子，就是上一波的大面积的国企的那个下岗。那个时候在老工业基地，通常是1家2口双职工在一个企业，所以下岗的时候都下岗。然后这个时候先出去找工作的，比如说摆摊儿，比如说卖早点，就是做这些工作的，真的都是从女的开始的。你去问那个家里的那位先生，他会跟你说，你看我是一个8级车工，现在车床都已经被卖了，那我还能干什么呢？所以就是遇到这种情况，至少在那个时期，我们能看到很多男的的第一反应是我是谁，但女的特别快的先决定了自己是谁，就是我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家里人不能饿死。但是那个是在20几年之前了，我觉得现在男性的意识在提升。其实家庭里边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架构，就是有难同当。对啊，有难同当其实特别考验一个夫妻的感情和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心。哎，对，问一下子君老师，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奥德赛时期吗？就是人生低谷。人生低谷，就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。我想纠正你一个，你说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，我想纠正的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。那么经历这样的时刻，人们一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不该是你啊？所有的人都会经历低谷和挫折。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接受，就像刚才有个伙伴说，我出去休息几天，我觉得蛮好的。
然后怎么调整？那我们叫认知重构。认知重构有一些方法，你拉到10年以后，回过头来再看这事儿，它是不是灭顶之灾？然后行为上，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应对所有的挫折，最好的办法叫做想一想这一次带给我什么启发，令下一次更好。好，等你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说情感上接纳，认知上重建，然后行为上再去做一次，这一个事情就过去了。这是应对所谓的奥德赛时期的这个低谷的唯一的法宝就是也就是说，你摁下去，你不会就垮了，你还能弹回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叫韧性，还有反脆弱的一种能力。讲得好。好了，谢谢子金老师。今天你说的所有的心理的重建和接纳，我觉得每一步都有我经历过的。因为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好好的陪着孩子长大，或者是慢慢的陪着莹莹变老，现在是我说生容易，活也容易，生活不容易。我相信现在也有跟我一样活在当下，在煎熬或者在努力或者在心理重建的兄弟，我们都是男人，我们都把它扛下来。所有给我们的难关也好，折磨也好，都是让我们明天活得更好。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啊！帅！我真的想说2句，就是我想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人生成功。我是觉得我们要回到就作为一个人本身的成功。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挺佩服你的。我说3件事儿，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未必能做到哦。咱扪心自问，欠很多债的时候不躺平，我合法的挣钱去还上，没当过老赖，我觉得可了不起了。第2件事情，婚姻出了这么多的裂痕，第1集放上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劝离，就觉得很难沟通，很难弥合，人家俩人也没放弃啊，愿意把自己的伤疤都露出来，然后来改善这件事情。第3件事情就是有那么多光环的人，此刻会被各种各样的指指点点，人没垮，精神内核还在，还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、热爱，我觉得值得的事情，我给你鼓掌。我觉得这个挺成功的，怎么不叫成功了？没给奥运冠军丢脸，我必须得说，真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我们可以聊的热聊话题有哪一些。我觉得第3个，我替冉莹莹问。如果莹莹要不是找你啊，她现在不知道会做成什么。确实是因为你。会不会冉莹莹要做她自己，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全玲姐坐在这边？我觉得冉莹莹自己的事业现在挺好的呀，这个就是曾经她的一个阶段的事业。你曾经其实是那个奥运冠军里 IP 商业化做得最好的人之一。是感谢冉莹莹。对，无非是他在台前嘛，就跟我们当年当主持人，我们在台前，后面一堆人，你不能说他们成就我们叫共同成就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冉莹上个阶段的事业就很好，然后这个阶段他又在找自己新的事业路线，他不需要做另外一个我，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大家最愿意聊哪个话题哈。哦，果不其然，也都是说你会不会牺牲自己的事业去成就伴侣。那我们也希望微博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，因为我们同时联动微博，同步发起了即时议题投票活动。打开微博搜索“姐姐当家2全民观察团”这个活动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投票，尽情的表达你对这些议题的态度。上微博一起当家，一起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淘淘他们家。